年答应已经求见皇上3回了，这回连头都撞破了。我不管，苏菲就是《甄嬛传》里排名第1的绝世好男人，不仅温柔体贴，会顾家，做人做事还十分的有原则。谁尊重他，他都懂得投桃报李。比如华妃，华妃《甄嬛传》中塑造的最成功的角色之一。身为将门之女，她再怎么心思狠毒、嚣张跋扈，该有的礼仪气度也还是有的。比如她从不对苏菲无礼。那边见公公吉言。当郑导用镜头让2个角色碰撞到一起，我突然就懂了什么叫不同角色的人格魅力。先说华妃，华妃对苏菲的尊重，除了行礼问安中，她对苏菲永远恭恭敬敬外，更体现在她对苏菲地位的认知和对苏菲的维护上。哥哥呀哥哥，这顿饭吃的妹妹我是提心吊胆的。你瞧瞧，好好的一场庆功宴，愣是让年羹尧整成了鸿门宴，抢先夹菜啥的先不提，光是年羹尧那一句那就有劳苏公公，就把华妃吓得够呛，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惊慌失措，生怕四大爷下一秒要掀桌子。于是在回去的路上，华妃就维护起了苏菲，对自家哥哥一通埋怨。苏菲生是什么人呢？那是皇上用了几十年的老太监了，打小就跟着皇上，你还敢使唤她呢？很明显，苏菲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，华妃比谁都清楚。所以哪怕是气到眼红，委屈的想流泪，华妃都会克制住自己，不会对苏菲不敬。比如在皇贵妃礼服事件中，华妃就吃了个闷亏，说好的皇贵妃到最后却只是个贵妃。公公有无宣错旨意？皇上只是封本宫为贵妃吗？要知道，就因为内务府那件错送的皇贵妃礼服，华妃意气风发的在6宫嫔妃面前耀武扬威了好一阵儿，甚至还在宜孝面前夸下海口。娘娘错了，皇贵妃之上还有皇后。可眼下牛皮都吹出去了，贺喜的嘉宾都已经就位了，结果你跟本宫说这个。然而心里再委屈，华妃对苏菲照样客客气气。娘娘，您是本朝第1位贵妃，也是唯一的一位贵妃，名位尊贵，何愁将来不能够位极皇贵妃呀？这才是将门之女该有的风度。宝子们注意看，苏菲走的时候，华妃摆明了心情不好，却还是低下头来对着苏菲回了一礼，以示对苏菲的尊重。苏菲呢，有仇必报，有恩也必报。看华妃对她如此客气，她自然也会投桃报李。宝子们发现没？从头到尾，但凡是翊坤宫的人来养心殿请4大爷，苏菲大概率会给他们通报。皇上，翊坤宫的周宁海带着华妃娘娘送来的点心，说要请皇上品尝。皇上，华妃娘娘备了您最喜欢的点心，请您过去尝尝。可以说，只要在苏菲职责范围内，她都会给华妃几分面子。关键时刻，苏菲还能化身知心大哥，暖心安慰华妃几句。甄嬛小产后，4大爷将一腔怒火都发泄到了华妃一人身上。当时华妃失魂落魄的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替安小鸟背了锅，看见苏菲就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。苏公公，皇上从未如此生过本宫的气，这该怎么办？看着眼前这个对自己还不错的主子，苏菲对华妃的遭遇不由得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：不过这事奴才不能不说娘娘一句，你就是再不喜欢婉嫔，也不能这么气盛啊。这语气就跟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告诫小辈一样，爱其不幸，怒其不智。华妃这次犯错犯得实在是离谱，苏菲自知无力回天，只能劝华妃先回宫。回去吧。等4大爷气消了，华妃也吃了些苦头，苏菲才告诉4大爷，华妃跪晕过去了。启禀皇上，翊坤宫来人回话说，年妃娘娘疲累过度，中暑晕过去了。后宫中拜高踩低的小人向来只多不少，华妃栽了跟头，苏菲但凡有点势力，都会跟华妃撇清关系。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报答华妃的那份尊重。再到后来年家倒台，华妃没了靠山，很快便被众嫔妃群起而攻之。
自身难保了，华妃都顾不得自己，一心要为年羹尧求情。还望皇上念在臣妾兄长的功劳，宽恕他们，皇上。阻拦无果，苏妃看向华妃的眼中满满的都是心疼。哎呦，娘娘，您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加难堪呢，何苦来着？苦口婆心的苏妃希望华妃舍弃年家，安心做四大爷的妃子，以保全最后的体面。因为她太清楚四大爷忌惮年家已久，年羹尧非死不可。华妃要是再替年家说话，结果只会是伤了他自己。果不其然，随着年羹尧一贬再贬，华妃被降为答应，大厦倾颓不可避免。可华妃还不放弃，褪去华服和钗环，身着一袭素衣，跪在养心殿前苦苦哀求：皇上如何惩罚臣妾不要紧，只求留下兄长一条命，就当是留一条犬马在身边为您尽忠效力啊，皇上。额头上的血渍触目惊心。苏妃见状于心不忍，明知年家的事儿让四大爷怒火中烧，他还是选择了替华妃通报。虽然结局不能改变，但如果能让四大爷愧疚，多几分恻隐之心，华妃之后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。可是皇上，年答应已经求见皇上3回了，这回连头都撞破了。听苏妃这么说，四大爷果真心疼了，找人医好他的伤，让他回宫好好待着。或许华妃自己也不知道，树倒猢狲散的时候，只有苏妃暗地里帮了他许多。后边瓜六带资进组，和华妃狭路相逢，便开始幸灾乐祸地讥讽华妃如今的落魄。华妃人虽然被降位了，但比打嘴炮她还没有怕过谁，一句话把瓜六气得冒烟儿。你倚仗家里的功劳进宫，和我当初有什么两样？你以为做了美梦，只怕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。技不如人，瓜六嘴炮打不过，就立马哭唧唧的来找四大爷告状。臣妾自打娘胎里出来，就没受过这种委屈，臣妾失仪了。一张小嘴巴巴的，听得苏妃趁着他不注意，给了他一个大白眼，明显看不惯瓜六的做派。苏妃后脚就为华妃求情。不过年答应也算事出有因，今日是年羹尧3期，难怪年答应脾气不好了。四大爷一听也觉得瓜六没事找事，在这种日子里去触华妃的眉头，可不就是自己找骂吗？所以到最后四大爷也没处置华妃，这事儿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俗话说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华妃曾经的以礼相待，如今换来的是苏妃的勉励报答，正应了那一句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